大家好，现在我身处纽约曼哈顿地铁站百老汇街出口的附近，我现在正在往唐人街方向走。其实这里已经算得上唐人街了，因为呢所见很多中文的牌子啊、名字啊等等。先简单说一下纽约曼哈顿唐人街的历史吧，它的历史比较悠久了，它是美国最大的华人社区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早期形成19世纪前期，曼哈顿唐人街的腹地是著名的贫民窟五点区，这里人员密集，犯罪率高。1858年，一名叫阿肯的广东人来到五点区，他先在街上卖雪茄，后在呼街开了间招待所，租床位给刚来纽约的华人。此后，越来越多的华人来到这里，以无街为中心扎根下来，这便是曼哈顿唐人街的前身。社团与帮派发展，阿肯到来后的40年里，纽约华人数量增长到了7000以上。早期华人移民主要是广东籍，他们形成了许多以宗族和籍贯为纽带的互帮互助团体，同时兄弟会组织也逐渐出现，俗称堂口。这些堂口曾与各种黑社会活动紧密相连，在20世纪的头30年达到高峰。协盛堂和安良堂等之间暴力事件频发，直到20世纪90年代，纽约市长朱利安尼重拳打击黑帮犯罪，这些堂口才逐渐以商会的形式存在。移民潮与扩张，二战后，随着移民法的变更，大批香港人和广东其他地区的华人于20世纪60年代来到纽约，扩大了唐人街的范围，形成了以粤语为主的局面。所以在这里会粤语非常重要，文字也是繁体字。不过以我的观察，现在那里的普通话也很流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福州人和台湾人陆续来到纽约。福州人在东百老汇地区打造了小福州据点，而台湾移民和大陆非广东、福建地区的移民则多选择在皇后区的法拉盛扎根。现状与文化传承，如今曼哈顿唐人街已成为一种成熟健康的保留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旅游点。这里有孔子广场、中国式牌楼等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建筑。每逢春节、元宵节等传统节日，还会举行耍龙灯、舞狮子等传统表演。很多大陆出来的人，或者说很多内地出来的人会问，大陆移民在曼哈顿唐人街多吗？总体来说，纽约曼哈顿唐人街的华人数量较多，但目前没有确切数据表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具体有多少。纽约唐人街居民以华人华侨为主，面积超过4平方公里，人口约10万。据腾讯新闻报道，到2023年，居住在唐人街和下东区的将近15万人中，约有30%属于亚裔。历史上，纽约唐人街的居民来源主要是广东和香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也就是大概20世纪80年代起，大量福州人也涌入此地。近年来，随着纽约市区其他区域如布鲁克林的日落公园以及皇后区的法拉盛等地的华人社区不断发展，曼哈顿唐人街的华裔人口有向这些地区迁移的趋势，所以纽约曼哈顿唐人街人口数量有所减少。像这个老外这样，应该他是游客，不是本地的居民。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十字路口，然后我们看看周围，现在可以说到达了这个华人的差不多核心区了吧。咱们看看周围的环境啊，总体来说不怎么样。你看这个垃圾桶上面人家写了些什么，稍微会英文的人肯定知道什么意思。好，我们折一个90度，然后沿着这条街往前走。这都是无预警的啊，就是原来我没有计划怎么走，就是怎么看觉得有意思我就怎么走。有很多的什么同乡会啊，对吧？就是互助的那种团体。这一般是比如说广东人呐、福建人，他们这种同乡会比较多，因为他们的移民也是最多的数量。大家可以看看。像这种房子啊，是非常典型的纽约的房子。我不敢说其他城市也一样，其他美国城市也一样，但
肯定这是美国纽约非常典型的房子。你看这个小店，有点像国内的乡下那种乡镇的那种小吃店，对不对？它整个给人的感觉就这样，不是很高档。只不过呢，它的价格从人民币换成了美元而已。这里就是华人他们生活、居住、工作的环境啊，不能说很差，这是非常典型的那个纽约非高档区，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平均的区域。因为我在很多布鲁克林地区，它不是唐人街，也是这样的房子，所以不能说这里唐人街就怎么差了，这只能说是纽约一般的人住房的条件啊，或者说居住的环境是这样子。我觉得唯一一点好处，那就是美国法律规定，像房子这种公寓楼租出去的话，一定要有逃生梯，这点很重要。但是左边这里为什么是这样呢？是倒闭了还是怎么样？反正我就觉得给人感觉特别差。大家知道吗？我每次到达美国唐人街，我真的有回到国内那种边远地区、农村那种农贸市场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看到之后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印象啊？我们来到这里有一座高架桥，这里上面肯定是所谓的地铁在跑的，因为我听得见铁轨那个哐啷哐啷哐啷的声音，就是那火车或是地铁它行驶过的时候发出那种典型的铁轨的声音，非常的响。这里好，我们过这个红绿灯吧，因为我远远的看见前面好像有农贸市场了，有很多人在露天摆摊，咱们去看看那边有什么卖的啊。我估计呢，肯定什么蔬菜水果肯定是少不了的了。现在咱们来到了这个高架桥的下面，上面就那个铁轨啊，非常响的。在这里如果是生活肯定受不了，在这里开店我觉得也挺嘈杂的。然后大家看看这个环境吧，这不用我多说了啊，是不是有点像国内的80年代、90年代那种城镇的感觉呢？给大家看看这个唐人街的面貌吧。你看这里像国内这种农贸市场摆摊的，卖便宜的服装的、什么用具的等等，鞋帽的、老鼠药的。然后呢，这里有蔬菜水果摊点。我大概用肉眼看了一下啊，这里的蔬菜水果呢，它每一磅就相当于我们中国内地的9两，9两是450克左右，对吧？一磅大概是450多克，也就45入，就是相当于我们国内的9两。它的价格大概是1磅到2磅左右，看你什么菜。也就是9两，就相当于国内的那个价格，把那个人民币换成了美元而已。那比价没有考虑进去。比如说原来国内1斤是2块钱的，在这里1磅大概也是2块钱左右，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如果是在美国，你挣比如说4、5千美元，你在美国花美元，我觉得价格水平跟国内也差不多。我是说跟我们中国内地差不多。所以虽然移民来到了美国纽约或者来到了美国，但是如果你还是这样每个月挣几千美元、4、5千、3、4千，然后呢在当地要正常消费，要租房，然后呢要消费，我觉得生活水平不一定比国内的4、5千更高。然后我们刚才看见了有2位白人，他们应该是旅游的，拿着大大那个长炮那相机，
就是数码相机来拍，专门拍这些东西。哎，我发现呢，这里的人，唐人街的人还是挺讲规矩的，大家自动排队。这个摊点他卖的可能比较便宜，我发现呢，他应该是南美人，不是华人，他的长相不是华人，绝对不是，因为我还看见有少量的黑人也在这里卖东西，还有好像长相有个别的印度人也在这里卖。所以呢，并不是说完全是华人在这里卖这东西啊，这农贸市场，对吧？好，我们再往前看看苦瓜，你看2磅3块钱，他们就是说几块钱几块钱，不说几美元了，在这里就说几块。你看，就是华人他们居住的地方，右边有个教堂，然后呢，左边这里就是他们自己住的公寓，可能有的自己买了房了，有的还租房住。这些都是像国内菜市场那些大妈呀，对吧？大爷大妈。我说场景呢跟国内差不多，只不过呢，我认为像这东西要比国内的更破，对不对？像左边这种都是二手的，在国内好像应该没有人去买这种东西。这右边应该是一摊垃圾吧？像左边这种东西，我不认为国内农贸市场有那么低档的。哎呦，这街头还有人做推纳呢。你看这里就是个老黑，他在卖东西，对吧？有些什么数据线啊，或者拆下来的二手的那个电子元器件，他也在卖。这在国内好像很少见得到是露天卖这个东西的。现在远处再看看唐人街的另外的几条街道，大概的环境就这样。我再说一次啊，纽约曼哈顿唐人街，它在曼哈顿的核心区，并不是这里的房子、这里的居住环境有多么的糟糕，并不是啊。我只能说这是纽约普通人的正常的生活环境。我又来到了这家南美人他们的摊点，给大家看看这里他们的这个价格。比如说刚才那种圆的那个蔬菜，不知道汉语叫什么，它2颗6美元，哎，2颗是4美元是6美元，我忘记了。我就觉得要比不是德国，比美国普通的超市更便宜。看看他们在卖些什么东西呢？反正就是日常生活需要的东西。我在这个摊位我买了一些蔬菜，它这水果这里还挺便宜的，一盒这个草莓1块钱，很便宜了吧？然后这火龙果3磅5美元，也比国内的稍微便宜一些。就是总体来说吧，我们不考虑他们的生活成本啊，只考虑价格。我认为这里的蔬菜啊、水果，它们的价格大概比我们相当于吧，不是比相当于全中国平均可能是3到5倍左右，大概是这个水平。你看这个空心菜，2磅4美元，相当于1磅2美元，但是你买1磅的话，2美元买不到的，所以2磅4美元，相当于2磅就是1斤8两，4美元就是差不多30块钱了，那是比国内贵很多的。所以我说，综合来说啊，就是这里的这种蔬菜水果的价格，相当于国内我们中国大陆国内的3到5倍左右。所以挣美元换美元也没有赚到多少。你看，在这里这种鞋子啊，就是国内那种农贸市场的风格，对吧？这有卖海鲜的，还有卖那种什么笋的，然后这种特别便宜的衣服的，反正各种日常生活的用品在这里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了。这也是摆地摊，对吧？
稍微低档一点就摆地摊，高档一点有个桌子有个台可以摆起来。好，我们再往前看看吧。然后这墙上又是典型的欧美文化的涂鸦，没办法。看看周围就是高楼大厦了，对吧？后面这里特别的嘈杂，给大家听听吧。我发现这有个发廊，理发的地方，12美元单剪，洗剪吹18美元。我发现12美元在美国是很便宜很便宜了，在德国最低也要折合成美元要20多美元，22左右。在这里12美元就可以剪到，所以如果我在这里剪头，相当于赚到了。你看后面就是纽约的摩天大楼啊，对吧？就说明它在主城区，在曼哈顿的核心区这里，它的地理位置其实很好，因为当时华埠开埠的时候，很多从国内被卖猪仔或者是逃过来的人，他们上岸呢，码头就在这里，在附近，所以就安顿下来了。所以它与那个当时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现在都是坐飞机来了，对吧？以前都是坐那个轮船过来，所以离这港口比较近。好，我们往前再走一段，看看，这还是唐人街啊。右边的窗子我觉得特别的脏的玻璃，他们不擦一下吗？然后这里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也是一个高架桥。过红绿灯，斑马线过去，看看那边有什么。然后大家看看，后面的是纽约的天际线。哦，我今天用的不是那个智能眼镜了，我是用我的大疆口袋机拍的，所以我觉得画面呢肯定要比这个智能眼镜拍出了更稳一些吧。很多中文的招牌哦，但总体来说，这个唐人街或者说纽约曼哈顿吧，除了曼哈顿之外，其他区很少摩天大楼的，都是4、5层、5、6层的楼房，很多是没有电梯的啊。这种楼房是没电梯的，只能走路上去。这里也是摆各种摊点的，卖干货的米粉等等，香菇，反正平时生活需要的东西呗。再往前走一段吧。这里其实我们的镜头所见，大部分呢都是华人，我估计，其他族裔的非常少，偶尔有来这里逛的，或者来这里买点东西的。今天是周六，所以可能比平时的人更多一点吗？我不知道呀，因为我不是纽约人。对不起啊，就是我所说的可能有些东西呢比较表面，因为我毕竟呢是游客，相当于走马观花，对不对？如果我的地方我讲的东西有什么不对的，请大家多包涵。我一般来说不敢讲得太死啊，就是如果是不太确定的话，我就说可能是这样，对吧？人不能把话都全部讲死了。好，我们再过这个斑马线来看看这里有什么可卖的。其实我觉得都是大同小异了，对吧？都是平时生活需要的东西。我发现面条呀、米粉呐，还有各种调料比较多。然后呢，在唐人街这里有一个公园，就在这附近。这里呢，很多很多的当地的华人或者是中国人在这里，他们周末在这里谈天说地，或者是交流一些信息吧。都是一些移民，有些可能是老移民了。
我不想对公园的环境说什么东西啊，也不敢说这是当地的华人他们弄成这样的，因为呢，可能是每一个在这里居住的或者在这里旅游的人都可能，所以呢，我只能说有这样的环境让人非常无语。我不能说是这里的华人啊，这真的可能是所谓的广义的美国人哦。你看后面就是纽约的那个高楼大厦天际线，对吧？这真的是就在华埠的附近，或者说唐人街的这个中心吧，这个地方，或是唐人街的边缘的地带。你看，好多好多的垃圾，真的让人非常的无语啊！难道纽约就没有任何人来打扫，没有清洁工吗？我一直很纳闷啊，很多地方真的除了什么第五大道之外，我觉得好多地方都很脏。你看，在草坪中有几个人，他们躺着、睡着、坐着在那里。你看，这我估计呢是那个废弃的电视丢在那里，然后这个人像死了一样睡在地上。然后后面呢，有人在踢足球，估计是纽约本地人。然后呢，旁边很多这里的华人华侨在这里，可能就是唠唠家常吧，想家乡了，然后交流一些信息，关于纽约的，关于华人社区的，或者是关于自己家乡的信息吧。你看这里有老黑，还有其他的人在这里踢足球，他们互不干扰，很和谐的样子。然后我们继续往前再走几步看看，反正这个小公园到处都是垃圾，无人打扫，简直啊脏不可描述的样子。可能这些人都是见怪不怪了。一般是这样子啊，就是一个地方如果是脏了，没有人去护理，只能让这个地方变得越来越脏，大家更加肆无忌惮，这是有心理学可以解释的。就是有人丢垃圾了，然后呢，就有更多人丢垃圾了。如果到处干干净净呢，就没有人好意思丢垃圾，一样的，对吧？这是垃圾桶。这个人，我注意看了他，应该不是华人，他应该是南美的人，因为他跟旁边人讲的是西班牙语，所以这里人员是比较混杂的，当然华人是居多了。好了，我现在已经走完这个公园，要出去坐地铁了。等一下就到这里吧，给大家看看纽约曼哈顿核心区的唐人街是什么样子的。我说一句啊，这应该是华女跟一个白人男友在一起，他们手拉手的应该是一对情侣。你们有没有觉得像国内农贸市场呢？